大家好，我是小夏。之前老麦呢讲过几期关于 401k、IRA 等等个人退休账户的视频啊，都是在讨论如何最合理的存下退休金。但是呢，这些退休账户并不是你能拿到的全部的养老金啊。我们之前呢并没有探讨过美国的养老金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一个人退休以后到底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呢？我今天就想尽我所知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在美国工作的小伙伴啊，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自己交的税？有一个呢叫做 Social Security Tax， 是你收入的6.2%。而且呢，不管你有什么 401k 啊，什么福利啊，这个税上面没有任何的减免。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月是1万的工资，简单粗暴先扣620来交这个税。而且呢，公司也需要缴纳同样的比例，也就是说公司也需要上缴620一个月。那这个税呢，就叫做社保税。这个税交给谁呢？就是交给了美国社会保障局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那这个税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给国家发退休金用的，也就是说，就是普通民众的这个社保退休福利。那这个 401k 和 IRA 那些退休账户啊，它的区别就在于那些是你自己存的账户，是你自己管理，等到了年龄取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养老金。但是有很多人，比如餐厅端盘子的服务生啊，超市的收银员呀，就是那些比较普遍低收入职业的人吧，他们可能存不起 401k 这种退休账户，但是他们每一个月的工资照样是要交税的。那在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呢，也可以从政府领取养老金。所以如果你存了个人的养老金，到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于是有个人存和政府给这两个部分的钱。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呢，就仅仅是政府给的这部分，也就是每一个正常工作、正常交税的人最后能够拿到的政府退休金。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退休年龄是多少岁啊？美国这边是根据出生日期的不同，这个社会保障局呢设定了不同的正常退休年龄。比如说1937年和1937年之前出生的人，退休年龄是65岁；1943年到1954年之间的出生者呢，退休年龄是66岁；1960年以及以后的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那在这个所谓正常退休年龄内退休的人呢，你就可以领取全额的退休金。但是如果你有任何原因想要早一点开始领，那你最早可以在62岁开始领，但是呢就要打7折。也就是说，原本你本来一个月能拿到1000，提前退休的话，你一个月只能拿700。每推迟一个月领取，打的折扣呢就会少一点。那自然而然，美国呢是鼓励延迟退休的啊。如果一个人选择在70岁或者以后退休，那么每一个月能拿到你原定132%的退休金。那退休金到底能拿到多少呢？这个主要要看你的平均工资和工作年限。我估计每个国家都差不多吧。美国的呢，具体计算方式有3个步骤，还是挺复杂的。我后面呢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数字例子，大家可以对照。但是计算方式呢，我也总结了一张图放在这里。喜欢算数的朋友呢，可以截图，然后自己好好算一算。懒得算的朋友呢，就不要走开，等着我后面给大家举例一些不同工种、不同收入的退休金数字。那往下看之前呢，先问问你点赞了吗？关注我们的频道了吗？我们的频道标语是人生追求财富自由。我和老麦热衷于研究一切和赚钱、理财、投资相关的话题，不管是主业、副业、房地产还是股票，我们都会在频道里分享自己所有的经历和经验，希望大家就不要错过了。那现在咱们就来看一看各收入阶层的美国平民在正常退休年龄的退休金是多少，就是咱们今天不考虑提前退休或者延迟退休的这些情况啊。那最低薪金收入，比如说时薪是$10的，像刷盘子的同志们，假如平均月收入是$1400，你工作10年以后退休的话，退休金是360一个月；工作20年的话，退休金是701一个月；工作35年以上，退休金能拿到$892。那一般收入一年2到3万美元，假如平均月收入是$2500，工作10年的话，退休金是643一个月；工作20年的话，退休金是902一个月；工作35年以上，退休金能拿到的是1245美元。
中等收入呢是年薪4万到5万美元左右啊，咱们就假设平均月收入是3500美元。如果工作10年以后退休，退休金是765；工作20年的话，退休金是1084；工作35年以上，退休金是1565美元。高薪收入人群就是指年薪6万到10万美元啊。假如平均月收入是6000美元，工作10年的话，退休金是993；工作20年以后退休的话，能拿到1542一个月；工作35年以上，能拿到2131美元一个月。那顶级收入了就是超过11万美元，这就是社保的最高线了。也就是说，你的平均月收入超过了9166美元。如果工作10年的话，退休金能领到1283；工作20年的话，退休金是2017；工作35年以上，退休金是2605美元。那这个收入的定义呢，是社保局制定的啊，并不是说你挣了10万块钱以上，你就真的是高薪阶级了，只是说这个是社保局设的这个每一个档次的薪水，而且呢，这是一个平均年收入。比如说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吧，是5万美元，你7、8年以后呢，升职跳槽什么的，最后呢，你薪水到了15万美元，那你的10年工资呢，是把你的10年整个加一起，然后再取一个平均值，并不是按你退休之前最后1年算啊。另外一个注意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工作了10年，然后你就说我不想上班了，我想自己找点什么事情做，或者你想回国发展，只要你能够维持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公民的身份，那你到了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是可以继续领取美国政府的这个退休金的，因为你曾经交了那么多的社保税，你就有资格领取这个退休福利。那简单来说呢，根据我刚才说的例子，咱们可以看到啊，美国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的上限就是每个月2605美元。那2014年的数据显示呢，美国人领取的平均社保金是1185美元。其实这个真的挺少的啊，夫妻加一起呢，可能也才2400美金左右。也就算到了退休的时候，没有房贷、车贷任何的外债，其实也是维持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舒适生活的。纽约我觉得就别想了，最好是在生活开销稍微低一点的城市。而且有统计显示，36%的有工作和退休的美国人，所有的存款和投资，包括401k 啊，是不超过1000美元的。56%即将退休的美国人，所有存款和投资不超过25000美元。所以绝大多数美国人退休的时候呢，还是要靠政府的退休金活着。那可能就有人能想到了，这就是为什么老麦之前强调，只要有工作、有条件的朋友，就要早点存401k、IRA 这种个人养老金的账户，不要把这个钱白白的都拿去交税，再加上认真的理财投资，才能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讲的怎么样呢？有什么感想或者问题都欢迎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喜欢这期的朋友呢，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拜拜。